洞察局勢，開啟視野。這裡是火力早報時間。美軍林肯號航母打擊群挺進中東，歐洲多國聯軍進駐格陵蘭島，開啟北極耐力演習。俄軍單日傷亡率連續4個月攀升。據美國媒體 News Nation 援引消息人士報道，五角大樓正緊急將亞伯拉罕·林肯號航空母艦及其多艘護航艦艇和1艘核潛艇重新部署至中東。該航母打擊群已調整航向，正從南海水域全速駛向美國中央司令部的責任區。這無疑是特朗普對德黑蘭發出的最後通牒。按照美軍的計劃，林肯號的部署預計耗時1周，屆時美國在伊邊境附近的軍事威懾力將達到近年來的峰值。大家認為美國是否會出手？委內瑞拉行動又是否會重演呢？另一邊，特朗普原本在歐洲的盟友卻準備跟他刀刃相向。據悉，在德國向格陵蘭島派遣首批13名官兵執行偵察任務之後，法國也明確表示將加入派兵行列。隨後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也宣布，瑞典武装部队軍官已抵達格陵蘭島，將與法國、德國以及丹麥軍隊會合，共同籌備名為北極耐力的防禦軍演。很顯然，這是一次針對格陵蘭防禦體系的軍事集結。根據演習規劃，北極耐力將聚焦於保護格陵蘭的關鍵基礎設施，接收盟軍地面部隊，以及在該地區部署戰鬥機和進行海軍封鎖。在會見美方官員後，丹麥外交大臣拉斯穆林認為，特朗普征服格陵蘭的願望已不再是單純的修辭，而是具有實質性的威脅。因此，北約必須做出姿態，格陵蘭島不是可以交易的資產。北約成員國已做好在極地嚴寒中捍衛主權的準備。視角回到俄烏戰場，據英國國防部發布的最新情報評估，2025年底，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的每日傷亡率已呈現出連續4個月攀升的態勢。數據顯示，俄軍12月的日均傷亡人數已從11月的1030人上升至驚人的1130人。僅2025年，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傷亡總數預計高達41.5萬人，這使得自全面入侵開始以來，俄軍的總戰損數字已突破121.3萬人的大關。英國國防部指出，這種傷亡率的激增直接源於俄軍在年底發动的土步步兵進攻。由於重型裝備在長期消耗中嚴重匱乏，俄軍被迫在多個方向上重拾人海戰術，依靠步兵小分隊進行高強度的陣地突擊。根據烏克蘭總參謀部的測算，俄方的損失甚至可能更高，總人員損失估計已達122萬人，且伴隨着龐大的坦克、裝甲車等硬件折損。這意味着，儘管俄軍在部分前線有所推進，但這種推進是建立在高俄戰損比的基礎上的。隨着2026年初俄軍繼續維持進攻姿態，這種高俄的戰損預計仍將持續。而俄羅斯又能維持多久呢？今天的早報到這兒就結束了。局勢在變，我們的洞察不變。後續報道，火力軍將持續關注。我是火力軍，下期見。好的，各位觀眾朋友們，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，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，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，比例準確。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，材質也說得過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備一定的可动性，對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，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摆件。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，價格確實比較親民。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，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，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。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，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